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要向大家介绍叶时香先生的名医传授的《饮酒科学：一生健康畅饮的必修课程》这本书。大家都知道，酒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或许在前几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被迫在家自我隔离，外出喝酒的机会减少了，导致在家里饮酒的人增加了。就像作者本人一样，如果继续增加饮酒量，可能会成为酒精依存症，即使没有到那个地步，也会增加患病的风险。尽管在很多地方有关于饮酒危险性的警告，我们也许会心存后悔，但仍然无法停止每天继续饮酒。我们知道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但目前看起来身体状况还好，或许再过些年再考虑也不迟。越来越多的人在戒酒和饮酒之间摇摆不定。作者强调的是尽可能科学客观地了解酒对人体的影响。我们都明白酒喝多了会生病，然而对于爱饮酒的人来说，减少饮酒量并不是他们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总是用适量饮酒对健康有益的说辞来自我安慰，最终还是会大量饮酒。这种失败源于对酒精的科学认识不足，所以应该尽量准确地了解饮酒量的增加会导致哪些疾病的风险增加，了解通过饮酒可能会患上哪些疾病，这样就能更加放心地享受饮酒的乐趣。即使是那些说自己无法完全戒酒的人，如果知道自己能够安心地喝多少酒，也许就能减少一些饮酒量了。让我们不再因为担心生病而紧张地饮酒，让今天成为结束焦虑的饮酒的一天吧。这本书集结了各种疾病专家对酒的见解，以尽可能简单易懂的方式总结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说是关于饮酒的终极指南。书中涉及了酒精的真正作用，如何保持长期健康的饮酒量，身体检查结果不佳者继续饮酒的后果，饮酒过量导致腹泻的原因等。对于喜欢饮酒的人来说，这本书充满了吸引人的内容。据作者称，通过本书的知识和专家建议，他成功减少了饮酒量，而且这并非勉强，而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留下了适度享受饮酒的空间，并成功安排了休酒日。你也值得一试，因为作者称，减少饮酒量后，肠道状况明显改善，体重和脂肪都减少了，甚至中性脂肪也达到了标准值。尽管生活进入了100岁时代，但对于爱饮酒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要适度饮酒，避免过量饮酒导致医生勒令完全禁止饮酒，这样就能够长期愉快地与酒相伴。今天要介绍的内容有以下3点：一、酒精百害而无一利，完全不饮才是健康的残酷真相。2、酒精是一种魔鬼般的饮料，会加剧整个身体的恶化，引发衰老。3、肌肉锻炼后一定不能喝酒的理由。所有这些内容都非常重要，请务必观看到最后。首先是第1点，酒精百害而无一利，完全不饮才是健康的残酷真相。对于爱饮酒的人来说，自己的酒量大概都心知肚明，而所谓的酒量强弱主要取决于乙醛的分解能力，这一点大家应该都知道。酒喝下去后，酒精会在胃和小肠中被吸收，主要在肝脏中进行代谢。接着，酒精首先代谢为乙醛，然后进一步代谢为醋酸。重要的是要注意，乙醛对人体有害，而醋酸是无害的。能够快速分解乙醛，意味着身体能够快速处理有害物质，结果就是乙醛在体内停留的时间更短，即使喝得再多也能轻松应付。相反，对于乙醛分解较慢的人来说，体内乙醛停留的时间更长，这就会导致脸红、恶心等不适症状。关于乙醛分解能力，它基本上是由个人体质决定的，这些特质通常是遗传的，但也有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饮酒，逐渐变得更能喝的经历。体质原本应该决定这一切，但为什么会变得更能喝呢？原本对酒不太抵抗，经常会脸红或者喝醉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更能喝，可以喝更多的酒。有些人可能会说，肝脏变强了，所以才能够喝更多酒。以前人们认为这只是心理作用，但近年来发现，通过持续饮酒确实可以变得更能喝。然而，这并不是因为肝脏变得更强壮，而是因为另一种分解酒精的酶
微粒体乙醇氧化酶系统 MEOS 的产生增加了。原本喝酒时，这种酶不会被大量产生，但随着喝酒的次数增加，体内会诱导出更多的 MEOS 酶，使其用于酒精代谢，体内能够更快地分解乙醛，从而增强了对酒的耐受性。然而，变得更能喝并不一定是好事。本来 MEOS 酶是用于代谢药物等的，这意味着当大量诱导 MEOS 酶时，也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实际上，药物说明书上通常会写着服药时请避免饮酒，这是因为酒精会与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影响药效。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变得更能喝意味着可以喝更多酒，但因此影响药物代谢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能简单的因此而高兴。特别是当你年纪渐长，开始患病时，药物的作用不稳定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以前不太能喝酒，但现在却能够喝很多的人，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对待饮酒的方式了。对于那些对酒不太抵抗的人来说，即使饮酒量较少，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也会迅速上升。容易醉的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醉酒，比如避免空腹饮酒、缓慢饮酒，或者在饮酒前先摄取含有油脂的食物。这些方法都是科学上行之有效的。摄入含油脂的食物能够减缓酒精的吸收速度，因为酒精主要在小肠中吸收，而小肠的表面积比胃大得多。如果摄入含有油脂的食物，会引发一种称为胆囊收缩素的消化管激素作用，这会闭合胃的出口，延长酒精在体内停留的时间，从而防止酒精过快吸收，减少醉酒的风险。对于那些不太能喝酒的人来说，可以选择一些含有健康油脂的食物，比如含有奶酪或油脂的沙拉等，而不是通过吃汉堡来增强酒量。通过这些方法，可以让自己更愉快地享受少量的酒。实际上，适量饮酒并不会对经济和健康造成影响，所以让我们珍惜自己的身体，认真对待自己的健康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酒对于一些人来说更耐受的原因，以及避免醉酒的饮酒方式。然而，即使是能喝酒的人来说，过量饮酒也会对健康造成伤害。因此，许多饮酒爱好者都想知道自己应该饮酒的适量值是多少。过量饮酒对身体有害是毋庸置疑的，但适量饮酒是否有益健康，这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长寿大国日本，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超过100岁的长寿者在晚年享受饮酒的场景，甚至会在新闻中报道。因此，酒被誉为百药之长的说法，至今仍然受到许多人的信奉。那么，究竟何谓适量呢？医学上的适量是多少呢？厚生劳动省在2000年发布了旨在促进21世纪国民健康的健康日本21，其中明确规定了适度饮酒的一日平均净酒精摄入量约为20克左右。这里所说的20克，并不是一天只能喝20克酒，而是指一日平均净酒精摄入量约为20克左右。举例来说，如果是啤酒，就相当于1瓶中瓶；如果是日本清酒，则相当于1盒；如果是葡萄酒，则相当于玻璃杯的2到3杯。这个适量值看起很少吧？而且女性被认为更容易受到酒精的影响，因此她们的适量被认为是这个量的1半到2/3。这个略显遗憾的一天平均20克左右的适量值是如何确定的呢？这个适量值是根据对日本男性进行了为期7年的追踪调查的结果，以及针对欧美人进行的海外研究的结果，尽可能的避免提高疾病风险而制定的。这项对日本男性进行了为期7年的调查，是针对年龄在40岁到59岁的19231人进行的，而海外研究则是对16项流行病学研究进行的综合分析。这项大规模调查的结果确定了一天平均摄入约20克左右的酒精为适量值。相反，研究表明，每天饮酒超过60克会增加罹患癌症等各种疾病的风险。因此，目标最好是控制在20克以下。如果无论如何无法做到，也应该尽量不要超过60克。更残酷的是，曾经有关少量饮酒对健康有益的观点，在2018年已经被推翻了。百药之长的说法也不再适用。根据2018年发表在享有世界声誉的医学杂志《Lancet》上的一篇论文，显示完全不饮酒对健康最为有利。
这篇论文分析了1990年至2016年在195个国家和地区的酒精消费量与酒精相关死亡等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最小化对健康的不良影响的饮酒水平是0。这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当然，不能单凭一篇论文就下定论。但那些因为认为适量饮酒对健康有益而喝酒的人，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想法。希望大家也能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饮酒习惯。接下来是第2点，酒精是一种魔鬼般的饮料，会加剧整个身体的恶化，引发衰老。尽管有人说喝酒会加速老化，但还是有人继续大量饮酒。酒和老化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可怕呀！在探讨这种可怕关系之前，首先让我们看看酒与结直肠癌的关系。2019年底，东京大学发表的论文报告称，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增加患癌风险的可能性。分析显示，特别是食道癌、胃癌以及咽喉癌等风险特别高。尽管酒精主要在胃和小肠中吸收，几乎不会到达大肠，但令人惊讶的是，酒精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实验数据显示，酒精在体内代谢之前会通过血液循环到全身，因此可以认为酒精通过毛细血管通路也会到达大肠。此外，酒精最终会在肝脏和肌肉等部位代谢，但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氧化应激。随着酒精摄入量的增加，特别是长期摄入，氧化应激会加剧，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可能导致大肠癌的发生。长期摄入过量酒精会导致氧化应激持续存在，进而破坏肠道环境的平衡。这种氧化应激不仅会导致体内老化加速，甚至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等认知症有关。实际上，酒精依存者的肠道环境中，双歧杆菌等偏性厌氧菌的数量明显少于健康人群，这意味着长期饮酒会显著改变肠道细菌的平衡。而肠道细菌的平衡不仅与代谢综合征、生活方式疾病、认知症等多种疾病有关，即使不是酒精依存症，长期饮酒过量也可能对肠道细菌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饮酒会使体内炎症反应增加，头痛、胃痛等症状可能是炎症反应导致的。这种由酒精引起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对肠道环境和免疫系统造成损害。虽然我们可能在积极进行着抗衰老和保健活动，但如果还继续大量饮酒，那一切都是徒劳。当然，早起锻炼也很重要，但同时也要减少饮酒量，减轻氧化应激对身体的影响，保护肠道细菌，这将最终导致一个永远年轻健康的身体。接下来是第3点，肌肉锻炼后一定不能喝酒的理由。即使在节食减肥的同时，也无法停止饮酒。或者你有肌肉锻炼或运动的习惯，但是在之后喝一杯啤酒是你最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是这样的人，请务必观看这个节目直到最后。近年的研究表明，肌肉对健康至关重要。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量逐渐减少，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补充肌肉，腿脚会变得虚弱，最终可能导致未来卧床不起。因此，为了保持自己能够自行行走并保持生活自理能力，特别需要加强下半身的训练，保持肌力。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现在肌肉锻炼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随着肌肉量的减少，糖尿病和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为了预防疾病，进行肌肉锻炼是必要的。也许正在观看这段视频的饮酒者中，有很多人正在进行肌肉锻炼。然而，也许你会发现，尽管每天都进行肌肉锻炼，喝着蛋白粉，但肌肉似乎并没有增长。许多饮酒者在训练后都期待着一杯啤酒或高酒的放松，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很遗憾地得出结论，即在进行肌肉锻炼后，饮酒会对肌肉合成产生负面影响。即使在锻炼前饮酒，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也不会迅速下降。结果对肌肉合成的不良影响也无法避免。那么，为什么在进行肌肉锻炼后，饮酒会对肌肉合成产生负面影响呢？要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了解肌肉合成的原理。进行肌肉锻炼时，身体会增加肌肉合成的生理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细胞内一种叫做雷帕霉素 mTOR 的物质会运作，来激活蛋白质的合成。
雷帕霉素的激活需要除了进行肌肉锻炼外，还需要摄入蛋白质，使血液中的氨基酸浓度升高。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如果在进行肌肉锻炼的同时摄入蛋白质，就可以让肌肉更结实。然而，有研究表明，如果在肌肉锻炼后饮酒，会抑制这个雷帕霉素的作用，导致肌肉的刚性率下降约30%。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对训练后饮用蛋白质、同时饮用酒精和蛋白质以及同时饮用酒精和碳水化合物这3种情况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与单纯饮用蛋白质相比，在同时饮用酒精和蛋白质的情况下，肌肉的刚性率减少了24%；在同时饮用酒精和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刚性率下降了37%。即使你辛苦地进行了锻炼，如果之后喝酒，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果再吃一些碳水化合物，效果会进一步下降。另外，与女性相比，男性受到的肌肉合成影响更大，这是因为饮酒会抑制雄性激素之一的睾酮的分泌，睾酮与肌肉的合成密切相关，因此认为男性的肌肉合成受到的影响更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可以放心饮酒，因为对于女性来说，饮酒也会对肌肉的合成产生不良影响。长期每天饮酒会对健康造成损害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你想要通过锻炼保持健康，那么尽量避免或减少饮酒，这样才不会让努力付诸东流。因此，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先前的研究中，人们可能会关注被试者饮酒的量，究竟是少量可以接受，还是哪怕一点点也不行？换句话说，人们想知道饮酒对肌肉合成产生影响的程度。让我来解释一下。首先，在这项研究中，每公斤体重摄入1.5克的酒精，这是相当大的量了。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的体重是80公斤，那么他摄入了120克的酒精，相当于大约10瓶啤酒的量。平时能摄入如此大量酒精的人应该不多。那么你可能会问，如果摄入的量更少，是不是就不会对肌肉合成产生影响了吧？目前没有确定的数据，但根据之前提到的研究结果推测，如果距离进行锻炼的时间间隔足够长，摄入约1到2瓶啤酒的量的话，可能影响较小。肌肉合成的高峰期出现在肌肉训练直接结束后，随后刚性率逐渐下降。先前的研究也是对进行肌肉训练后8小时内的刚性率进行调查。通过充分等待时间后，少量饮酒可以减少其对肌肉合成的影响。如果你想保持健康并进行肌肉训练，但又想喝酒，可以尝试早上进行肌肉训练，然后晚上少量饮酒。另外，如果你正在进行肌肉训练，选择饮酒时的小吃时，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提高肌肉训练效果的食物。通过选择适当的小吃，你不仅可以补充平时饮食中缺乏的蛋白质，甚至可能带来健康效益。蛋白质是一种每日必需的营养素，它被分解成氨基酸，并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合成蛋白质。由于身体不断地合成和分解蛋白质，因此每天都需要摄取新的蛋白质。建议的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0.4克蛋白质。例如，一个体重50公斤的女性每餐应摄入20克蛋白质，一天总计摄入60克。还有种每公斤体重摄入1至1.5克蛋白质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可能会导致人们过量摄入蛋白质。建议不要一次性摄入一天所需的蛋白质，而是分次摄取。在这种意义上，选择小吃是个不错的建议，这样可以在与主食分开的时间段内提供蛋白质，并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时间进行消化吸收，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有助于肌肉合成和修复。对于想要增肌的人来说，动物性蛋白质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动物性蛋白质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特别是对于促进肌肉合成的支链氨基酸来说更为丰富。选择一些脂肪含量较低的动物性食品，比如瘦肉和鸡蛋作为小吃，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利用蛋白质，增加肌肉质量。另外，对于想要保持肌肉量但又想进行减肥的人来说，摄入植物性蛋白质如豆腐和纳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们可以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同时减少脂肪摄入。
同时，除了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外，还应该选择一些能够促进肌肉合成的食物，尤其是维生素 B 群和维生素 D。维生素 B 群可以支持运动后的疲劳恢复，而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肌肉的合成。对于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很多人可能只关注酒精的卡路里含量，而忽视了其他营养素的摄入。然而，除了酒精卡路里外，酒中还含有其他热量，比如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因此，饮酒时应该考虑整体的热量摄入，而不仅仅是酒精的热量。要控制好饮酒的量，以免影响健康。关于酒精的摄入量，研究表明，即使是少量的饮酒，也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饮用半罐啤酒以上的酒精摄入量会增加肥胖和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特别是在男性中，饮用少量的酒精也会增加肥胖的风险。这项研究使用了约2700万人的数据，针对的是东亚人。对于正在进行减肥的人来说，了解这些事实并应对它们是很重要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你就不能享受饮酒了。相反，如果你了解了酒精的热量含量以及如何控制饮酒量，你仍然可以在保持健康的同时享受饮酒。总的来说，肌肉对健康至关重要，因此在选择饮食和饮酒时，务必要注意保持肌肉质量和健康。最后，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你更好地管理饮酒习惯，过上健康快乐的生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